强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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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强。探访100位同志的家，看见100种爱的模样。今天强哥要带大家去探访的是一位49岁的单身奶爸的家，走，跟我一起去看看吧。欢迎许静，这是我们家儿子，5岁多了，在上幼儿园。对，在上中班。小零食。那谢谢。对，这是我们家厨房，这房子是我们家租的，下半年就11月份年底吧就搬家了。搬了。这位是我老妈子，老妈你好。他其实他能走动，他只不过是不喜欢下来走，他走的话也是步履蹒跚。他能自己去洗澡，就是需要有人把他扶下来一下而已。其实本来这张床是给我爸用的，后来我爸走了，就我妈躺着。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视，了解不是打发时间，他想了解全世界。你看现在正要讲那个最热门的那个董小姐的事件，他现在在了解呢。这边出来是吧？这边是我们家儿童活动区，我中午在这里刚刚睡了一觉，还没有收拾，我太困了。这边是朝南的阳台，那边是南方医院嘛，对吧？这边视野倒是挺开阔的，这里的环境是挺好，可惜不是我家。都一样。所以你平时上班比较忙，那个就阿姨会照顾妈妈。对，照顾一家人。这边就是我的房子，我和我儿子睡的地方，里面那个房间成了杂物间了。哎呀，这边出去方便，所以我到时候搬家的话，要清理掉一部分东西。现在都在搞一些断舍离，家里嘛还有孩子有老人。你看我们家阿姨的房间，来，记录下历史一样，你就可想而知，他对他自己都是如此，肯定不会把我们家会做的有多高标准的了。当然，这里面的话就是不堪入目了，是吧？这里面有点乱了，没办法，这里面有一些是我妈妈的东西啊。看一下爷爷的房间。他爷爷就在这里睡了一天，14号到了家里，15号晚上就又去了南方医院急诊，然后16号就跑到我们，又回到我们医院去继续治疗，然后2月20号走的嘛，对。你是在什么地方长大的？湛江，小时候就比较喜欢，可能跟我2个姐在一起吧，就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，应该是。我爸也不经常在家里，所以感觉确实家庭氛围是缺少了一些阳刚之气的。对，应该是小学也有一些喜欢跟男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，因为跟女孩子开始好像有点分开来了，要有男女有别的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初中和高中那绝对是空白期，那个时候因为家里面都是说他反对谈恋爱的嘛，所以跟异性是保持肯定是很纯正的关系。那时候我也觉得我自己挺单纯的，那个时候应该是随着身体不断的发展，那种荷尔蒙会驱使你会那个时候我也会有一点小小的情绪的抑郁吧，应该叫做这种好像2个人单相思的感觉。当然又不捅破那层窗纸。95年还是96年的样子吧，国庆节，我们一帮同学是坐火车去了宁波，然后再坐轮渡到了舟山群岛去玩一个，然后我们回来路上没有买回程票啊，但是我们有些同学就知道是坐船可以从舟山群岛直接到上海的。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很早的就睡了。其实我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，一个是我鼻子好像不太好，第二个我也感觉有一种莫名兴奋，因为他就在不远之处也在睡着，同学们济济一堂睡在一起的啊。他团支书，所以第2天早上很早就起床，他灯一亮我马上就知道他醒了。我也不睁开眼睛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身影就慢慢的走到我这跟前，然后他把手就要抚摸了我的脸庞，不知道有没有别的同学睁着眼睛有没有感知到这事情，但是我是知道了这件事情啊，我立刻把他手把它拍开，你把他按住。
没有，好吧，我立刻人整个噔就起来了，他也很诧异。那时候我眼睛一睁开，看到他，他以为我睡着了呢。后面还有有趣的事情，我们就赶紧去到那个售票处了嘛，排队，因为我们起得很早，我们都排队啊，大家都凑在一起，然后他很刻意的就排在了我身后，很像电影里面的那种情节就会发生，他的手会慢慢的伸过来，就抚摸你的手指尖，会让你刻骨铭心的记住那种指尖上传来的温柔，就是不一样的。我把他掐住他的指尖，然后把他拍回去的。我不知道他身后的同学是怎么想呢？我当时我就心想，他怎么这么大胆呢？在这会儿。哦，对了，我在那上自习课的时候，我在那一排桌子自习课室上，我就坐在这边上，他大概是在第3个位置上，他跟另外一个东北同学，啊，坐在那里，在那聊啊，聊得可开心了。但是突然间，他的脚就搭在我的这个凳子上了哦，然后还用脚趾头把我的这个裤子就往这个凳子的边缘就拉过去了。我不知道我的旁边那个东北同学是不是也看见了，非常的隐匿吧？我觉得2019年不正好又是我们入校20年嘛，入校25年也聚了一次，我记得很清楚啊，一见面手握上去，这手还没有说那么快分开来。去年7月份不是同学聚会30年，这次在南京聚首，因为我有了我儿子带了过去，在握手的时候，他手又是冰凉的，而且很快就退缩回去的那种，没有把你的手给握紧的那种。这个时候你能感觉到这种差异吧？是不是很有戏剧性了？我发了 email 给我姐的，她看着我长大呀，她知道怎么底细的嘛。而且我也拿出了我准备好的那个诊断依据的。那既然你是医生，你还有这个世界 WHO 的诊断标准依据，作为一个自己的亲弟弟，他有什么必要去怀疑呢？再打电话告诉我爸爸，他们其实一早就说，就是那个调调就是不赞成，也不支持不反对咯。你看我妈那个就是她觉得不结婚都挺好的，她期待我2个姐不要结婚，靠自己就最好。她一点都不觉得女性结婚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必须要结婚，不是女人的归宿。所以我这个样子不结婚也没问题的。如果是她这个一个儿媳在这身边，肯定会有些矛盾的。唯独我爸反而会觉得是有点遗憾，他觉得我需要一个人帮忙，他就觉得还是传统的方式好一点。我爸给我买了一套房子在那个阳山花园，那时候我爸还没来之前，也就通过网络也认识了，就在附近的一个，相处了也有个3、4年吧。后面06年就认识了那个小王，对不对？然后一直到2021年，因为2020年到2021年，他给我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空间。从2020年开始，就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凭我的生活经验给我带来的第六感，再加上我妈给我带来的那么多那种狐疑啊，就那种猜测，他的心被谁牵走了？会被谁给迷住了，我都能猜得出来，啊，他一直觉得这个钱应该赶紧的、不断的让它升值，就像我现在这么关心一样了。我现在为什么这么关心，就是因为我希望我现在手上房子赶紧的脱手。他那个时候是跟我的心态不一样的，因为一开始他看到我们买了房子，是吧？他也觉得很符合他这种价值取向，他闲不住啊那会儿。然后就要我去再买，我说我手上这点钱，他觉得会贬值，很着急。我对这个房子楼市的预判还是比较跟这个现在差不多，他就觉得你跟不上我的那个节奏，跟不上我的认知，你会吃亏的。然后就跟他带走啊，他还打发了我到真层去看，然后又跑到花都那边也去看那些公寓啊，在想方设法的把这个我们的手上钱不要变成死钱。啊，要成为不动产。现在想想，就是觉得有这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那种感觉，是吧？大家都在那里看那个市场，看那么多有关的文章文献，
不管是唱好的好，唱衰的也好，大家心里都会慢慢摸清这个市场的底细嘛。我们现在都或多或少的就是焦虑这个不动产，你看上去它好像还值那些钱，但是你要拿到这个手上的话，你可能要得割肉才能够拿到点钱。当然期待着一些死水微澜嘛，希望是这样子的。去年都有认识一个周边的一个，都是一些我的大外甥级别的那种年龄的，比你小很多是吧？但是，哎，都是比较难，因为我发现现在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成本压力太大了，就是单位里面给他们非常重的任务，导致他们都喘不过气来，拿的钱又少。现在这个社会对年轻人这么不友好，所以大家的这个婚育率下降，所以人家都会把这个水去掂量掂量，是吧？人家也会再去考虑，毕竟都成人了，人家他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吗？不会这么一厢情愿的恋爱脑似的去做这种事情。我也想腾出点时间去做，考验我情商的问题，是吧？所以我还得要想想看，提供情绪价值。当我提供完了以后，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，自己也会觉得，哎呀，我手头上还有这么多挚爱的人要处理，是吧？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，我到底该爱谁多一点？其实我们家孩子是人见人爱，不管谁见都爱。当然他们就是偶尔见面都觉得好玩，是吗？但要是真正的深入的在一起，这么柴米油盐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不一样的那种感觉了，味道就不一样了啊。偶尔浅尝辄止，凭我的过往的生活经历，我就觉得肯定会很难。有时候就是广东话叫火遮眼啊，一下子火上来的时候，也会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也会说一些出言不逊的话，会伤害到别人。我在家里面可能是小的，虽然我想着要照顾别人情绪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那个崩溃的点也比较低。养育嘛，你想看，不光只是把它养大，还得把它给教育成才。很多东西我自己的认知层次也就在这点水平上，我想要突破的话，我就觉得我担心我的财力啊，万一有哪天就说，所以你说房子要是能够早点脱手的话，我就觉得我会有点压力小一点。对，我就不会有那么焦虑。现在还是有焦虑，就是这个手头上没有那么多活动资金，你有一点点那点房地产在那儿。现在就感觉是烫手山芋。你看，我要考虑现在要搬家，还有孩子这方面的教育，老人家的一些健康，我有时候也要得考虑。那他长期躺在那儿能活动，早上起来就是把我昨天收拾出来的那些不要的玩具，他要把这个又捡了一部分回来。我整理出来的东西又把这个收回来，你说我火不火爆？那时候脾气来了，情绪控制不住。那孩子嘛，那就更加不一样了。孩子那么活蹦乱跳，他懂事的时候谁都开心，谁都觉得好玩。那稍微任性的时候，蛮不讲理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只好来硬的。他吃硬不吃软了，这孩子都这样子呀。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囫囵吞枣样。看。这就是叫做囫囵吞枣，就是说把整个枣给吞下去。大抽奖，今天开业活动，能抽到每一个糖都是不一样的，抽到了小硬币，以及有小硬币，还有小零食哦，还有3个小零食。我觉得还好。广州是一个这么开放包容的城市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毕竟不是那么封闭闭塞的那种小城市、小县城，出门也就那么几口人家，那样的话，那大家就会成天没事就嚼人家家的舌头根子。咱们这儿不会，楼上楼下没有矛盾，见面都是和和气气的。有事儿就帮忙看看孩子，到他们家里面去玩，人家也很欢迎。学校也很好啊，老师其实也给了额外的一些帮扶他的。他犯错可能比别的同学还多一点吧，我感觉。刚入园的时候有点崩溃，甚至乎要我问我是不是要去读私立啊，专门给外国人开的学校。
我虽然也很欣赏国外那种教育理念，但是我骨子里面还是比较传统的中式的那种教育。我们保持同事之间的那种合理的这种社交距离、社交安全距离、社交安全心理距离，应该都成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规范。大家没有必要这么去踩踏你的红线。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难堪的事情，即便是好事儿，也不愿意去外面去那么大张旗鼓说，是吧？就算是有，我有极个别的，但是人家就是开着玩笑，那么一句话带而过。孩子的到来肯定是给我生活既带来了无限的欢乐，也带来了从未尝受过的那种滋味。怎么说呢？应该是不枉此生的一种经历。我也非常的期待，最终呢，像我们这个信仰基督教的教徒说的，是要笑着离开这个世界，我觉得是最圆满的结局。现在 AI 来的这么快，将来这个产业链肯定会越来越完善。我们现在是积攒这个健康资本，还要有财富资本，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养老的结局。我觉得遗憾不算多，我觉得上天已经挺眷顾我了。遗憾就是我的鼻子太糟糕了，这个鼻窦炎折磨了我这一辈子。小时候我妈带着我去看耳鼻喉科，医生说完了，你的孩子不会聪明的。所以我觉得我能活到现在这种水平，我就觉得上帝已经把这个剧本给我写的已经算比较平稳的了，没有那种波澜太大的起伏。我的梦想就是，当然希望我的儿子将来是说不上出人头地，我希望他是个又健康平安的一生，然后同时又活出精彩，不要为有这么多的生活当中那么多的琐碎事情所烦恼。我就期待着我家孩子还是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。情感上我都觉得经历这么多，到这个岁数，大家能够走到一起，彼此欣赏，而且还要有一个物质基础。我总觉得我有点灰色，在这方面看得比较灰了。关注阿强同志，带你探访100位同志的家，看见100种爱的模样。